探寻庄子，从巨聘故事看其自由灵魂。大家在语文课本里想必都学过庄子的文章《逍遥游》中那搏击长空的大鹏，水击3000里，抟扶摇而上者9万里，展现出宏大而奇幻的意境。秋水里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又充满深邃的哲理。我们对庄子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可庄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今天让我们通过庄子巨聘的故事，解开庄子神秘的面纱。庄子名周，战国中后期出生于宋国蒙邑。他早年研习儒家思想，后来接触老子理论，转而投身道家学说的钻研。尽管在文学和思想领域成就斐然，却一生未做过高官。史书上记载，庄子曾任家乡的七元吏，但七元吏究竟是什么职位？学界至今尚无定论。一种说法是，七元是蒙邑的一个地名，庄子在那里做管理员；另一种说法则是，庄子在蒙邑当公务员，负责与七相关的工作。无论哪种说法，这都不是什么重要岗位。说到庄子，就不得不提他的好朋友惠施。在《逍遥游》里，我们知道惠施在魏国担任相国，他不仅帮魏惠王制定法律，积极主张各国联合抗秦，在政治上大有作为，还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名家学派。《论语》中有句话叫“事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，惠施堪称这句话的典范。相比之下，庄子既未开宗立派，也无显著政治成就，他们为何能成为朋友呢？原因就在于庄子对仕途并非求而不得，而是主动选则放弃。相传楚威王派2位官员去请庄子出山为官，庄子问来时，你见过那些准备用作祭祀的牛吗？他们身披绣花锦缎，吃着上好的草料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可等到被牵入太庙成为祭品，这时即便想做一头自由自在的小野牛，还能如愿吗？庄子这番回复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：荣华富贵看似诱人，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危机。或许有人会质疑，给君王当臣子未必都会遭遇厄运，难道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吗？当然有，但这因人而异。庄子看淡功名利禄，在他眼中与其为追求身外之物而奔波，不如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文化人。他可以大胆评论朝政，却绝不涉足诸侯争霸的纷争，不做乱世的附庸。比起外在的名利和地位，庄子更珍视心灵的自由与精神的富足。面对乱世，他选择向内寻找解决方案，让内心安定平和，不被外界干扰。如果名声会干扰内心，就无视他人的赞美与辱骂；如果财富是干扰因素，就嘲笑那些用尊严换取巨额财富的行为；如果地位会限制自由，那就拒绝一切官职。庄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年轻时心怀济世之志，又洒脱不羁，但现实残酷，仕途坎坷。中年时为了生计，他出任小县令。然而面对上司所贿，他毅然辞官，留下不为5斗米折腰的佳话一句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湖不归”，尽显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气节。唐朝大诗人李白才华横溢，胸怀壮志。他早年研习道家经典，佩剑游历四方。李白曾有过短暂的宫廷生涯，被唐玄宗亲自迎入宫中，担任翰林待诏，本有机会施展抱负，可他酒后狂放不羁，被玄宗评价为此人故穷相。即便身处宫廷，李白也从未放弃对自由的追求。一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喊出了对自由的向往。民国时期，不少才子不满朝政，宁愿当教书先生，也不愿为官。比如清华大学教授赵元任、近代思想家吴志辉，他们远离朝政，与庄子的做法如出一辙。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深受儒家影响，但英国学者李约瑟却指出，中国人性格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源自道家。如果没有道家思想，中华文化就如同根基腐烂的大树。庄子真实坦率、自由洒脱的风格，正是中国人性格中可爱的一面，遵从内心，不做违背意愿之事。哪怕是诸侯相邀，道家思想虽备受喜爱，但真正能达到庄子境界的人并不多。只有那些有慧根、性格契合的人，才能领悟道家精髓，并付诸实践。而更多的普通人一边憧憬这种境界，
一边在现实的洪流中前行。我们学习庄子思想，就是要结合自身，实际汲取对自己有益的部分，修炼自我。最终我们会更懂得与自己和解，接近真正自由的思想境界。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，庄子穷困了一生也寂寞了，一生他不肯事迹，并挖苦权贵，他的言行力映射着他的潇洒与放达。然而最终取代他毕生沉寂的是永久的辉煌。在追求梦想与顺应内心的道路上，庄子的故事永远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与启发。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时常在物欲的漩涡里迷失方向。庄子的思想恰似一泓清泉，为心灵带来滋养与慰藉。从职场的角度来看，许多人如同置身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，拼命追逐职位的晋升、薪资的增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，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机会，甚至不惜违背内心的原则。就拿一些职场新人来说，为了快速得到领导的认可，他们频繁加班，承担大量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。原本热爱阅读运动的他们，逐渐被工作的压力淹没，生活变得单调乏味。当他们在为了所谓的成功疲于奔命时，却忘了审视自己的内心是否真正快乐。此时，庄子珍视内心自由的思想犹如一声警钟，提醒着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。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社交媒体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，点赞、评论和粉丝数量成为了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。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，一些人不惜打造虚假人设，发布夸张的内容。他们在虚拟的赞美声中迷失自我，内心却愈发空虚。庄子对名声的淡泊态度，让我们反思，是否应该被这些虚幻的东西左右，而忽略了真实的自我。当然，倡导学习庄子的思想，并非鼓励人们逃避责任消极对待生活，而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衡点，做到外化而内不化。我们可以积极参与社会竞争，追求事业的成功，但同时也要坚守内心的底线和原则，不被外界的诱惑所左右。让我们以庄子为镜，时常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，不忘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当我们真正领悟到庄子思想的精髓，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发现，生活中的烦恼与压力逐渐减少，内心变得更加从容与淡定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是面对工作的挑战，还是生活的困境，庄子的智慧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引，帮助我们跨越重重障碍，走向更加自由美好的人生境界，让那份源自2000多年前的自由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当我们将庄子思想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，会发现它不仅是高悬于精神殿堂的宏大理念，更是能指导我们应对日常难题的实用智慧。在家庭关系中，庄子的顺应自然思想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。不少人在家庭生活里总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家人，矛盾与冲突由此产生。父母希望孩子遵循自己规划的道路，伴侣间也常因对彼此的过高期待而争吵。若能领悟庄子尊重事物自然本性的理念，给予家人充分的空间，理解和包容彼此的差异，家庭氛围将变得更加和谐温馨。比如，当孩子对绘画充满热情，而并非如父母所愿中勤于数理化时，家长可以放下焦虑，鼓励孩子在艺术领域探索，这便是对庄子思想的一种践行。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来看，庄子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也能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，人们往往过于关注结果和功利，而忽视了过程中的体验和成长。庄子思想提醒我们，成功不应仅以财富和地位来衡量，更应关注个体的精神成长与内心感受。当每个人都能秉持庄子对自由灵魂的坚守，社会将涌现出更多创新的活力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纯粹和真诚。尽管时代变迁，庄子的思想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与价值，它像一座明亮的灯塔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应当持续深入探索庄子思想的宝库，汲取其中的养分，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。无论是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，还是处理日常的琐碎事物，让庄子的智慧伴随我们，
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守护内心的宁静，追寻自由的灵魂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人生，使这古老而深邃的智慧在时代的长河中绽放出永恒的光彩。